1983，结局不轰动，却让人觉得一切都刚刚好。你好，1983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有点不太舍得点开最后一集的，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就是那种明知道要结束了，但还是想再拖一拖的感觉。后来还是看了，看完之后反而没有特别强烈的情绪，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结局，更像是慢慢把一扇门关上，轻轻的。但你知道，这一段故事是真的走完了。夏小兰这个角色一开始真的挺吸引人的，一个从现代回到过去的女孩，这种设定说实话也不算新鲜，但她身上有种很真实的笨拙感，不是那种一上来就什么都会、什么都懂的女主。她也会慌，会判断失误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固执。我记得前面有几段，她做的选择其实挺让人捏一把汗的，当时还在想，她会不会就这样走偏了？但后来慢慢就不这么想了，因为她在变，不是突然开窍的那种，而是一点一点的调整。可能是吃了亏，也可能是被现实提醒了几次。她开始更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也更知道什么是不能碰的底线。说真的，这种变化挺像现实里的很多人，不是一下子成长，而是跌跌撞撞的慢慢找到方向。有时候看她，会忍不住联想到我们自己。比如说，她拼命想在那个年代站稳脚跟，其实也就是在找一种被认可的感觉吧。她做生意，她努力往上走，那种劲儿有点倔，但也挺让人佩服的。而且她的成功，不是那种轻轻松松就得到的，中间经历了什么，其实观众都看在眼里。所以等到最后，她真的拥有了一切的时候，不会觉得突兀，反而有种原来真的走到这一步了的感觉。再说说周成，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。他不是那种一眼就很惊艳的男主，甚至刚开始还有点普通，但越往后看，越觉得他这个人很耐看。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稳，不是话很多的人，也不会刻意去表达什么深情，但你能感觉到他一直在那儿，那种存在感其实挺难演的。要是不小心，很容易变成没什么特点，但他没有，反而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。他对夏小兰的感情也是这样，不轰轰烈烈，没有什么特别夸张的桥段，但一直都在。你回头去看，会发现很多细节其实早就埋在那里了，就挺真实的吧。有点像现实里的感情，不是每天说爱，但就是不会离开。婚礼那一段，我真的多看了2遍，也不是剧情多复杂，就是那种氛围让人有点走神。夏小兰穿的那件抹胸婚纱，一开始我还愣了一下，觉得会不会有点太张扬，但看久了反而觉得挺合适的。设计不算夸张，但细节做得很精致，整体看上去反而有种很干净的优雅。可能也和周也本人的气质有关，她那种脸型小小的，五官很清秀，皮肤也很透，不是特别攻击性的美，但很耐看。你不会第一眼被惊艳到，但越看越舒服。那一刻，她站在那里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词：大小姐。但不是那种娇弱的，而是有点温柔，有点坚定的感觉。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很贴角色。其实整部剧看下来，她的节奏一直都不算很快，没有那种特别抓马的反转，也没有特别极端的冲突，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有点平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最后的结局才显得刚刚好，不是那种为了高潮而刻意制造的情节，而是顺着人物一路走过来的结果。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没有谁特别遗憾，也没有谁特别夸张的幸福。就像生活一样吧，大多数人的结局其实都是这种，不算完美，但也不差。你回头看的时候，会觉得好像也挺好的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这种不那么戏剧化的故事反而更容易让人记住？可能是因为它离我们更近一点，没有太多滤镜，也没有太多不现实的东西。你会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这个人好像在哪见过，或者说这种情绪好像自己也经历过。那种微妙的共鸣，其实比大起大落更难得。所以当它结束的时候，不会特别难过，但会有点空，就像一个陪你很久的人突然不再出现了。你不会崩溃，但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突然想起，
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去形容这个结局，大概就是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，没有刻意拔高，也没有仓促收尾，就是很自然的停在了那里。有点像一段路走完了，你站在终点回头看一眼，会觉得中间那些弯弯绕绕其实都挺有意义的。最后，谢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看过《你好，1983》，或者对这样的剧情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，我其实还挺好奇大家的感受的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慢慢聊剧情，带一点个人感受的内容，也可以点个关注。以后有新的剧，我们可以继续一起慢慢看，慢慢聊。